应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诺邀请，外交部长秦刚于2月21号至23号访问印度尼西亚。22号，秦刚与雷特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双边合作联委会第4次会议，双方就东盟战略自主共同发声。这是秦刚在农历新年之后的首次出访，也是他就任外长后对周边国家的首访。就此，深圳卫视记者以视频方式独家专访了正在雅加达的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当地时间2月22号，秦刚在雅加达同雷特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双边合作联委会第4次会议后，共同会见记者。雷特诺表示，印尼坚定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主张东盟不能成为任何外部势力的代理人，不能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将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职责，继续同中方加强合作，发挥东盟独特优势和经济增长中心作用，助力全球疫后复苏。秦刚强调，中方始终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全力支持印尼发挥轮值主席国作用，打造东盟增长中心，促进地区疫后复苏。新冷战大国竞争不应在亚太地区出现，地区国家不应被迫选边站队。相信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国家将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做出判断和选择。中方支持东盟战略自主、团结自强，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和包容性区域架构，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今年是中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周年和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周年，同时也恰逢印尼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对于秦刚外长在特殊时间节点展开的行程，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印尼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并感到荣幸。 We look forward for a very productive and successful visit. And then, of course, this visit marks the continuity of bilateral engagement and high-level exchanges between leaders and, in particular, ministers of both countries that we hope will, of course,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印尼双边合作联委会机制会议上一次举行是在2018年的北京，当时两国就共建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在周浩黎看来，中印尼双边合作联委会机制的意义体现在两国高层致力于在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定期协调多个领域的各种活动，以评估、实施和确保成功造福两国命运共同体。今年是中国和印尼建交73周年，周浩黎在专访中多次强调，元首外交为中印尼关系高位运行提供战略引领。去年7月，印尼总统佐科访华，成为北京冬奥会之后首位应邀访华的外国国家元首。11月，习近平主席赴巴厘岛出席 G20 峰会，印尼成为了中方领导人在中共20大之后的首访首战。两国元首就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揭开了双边关系的崭新篇章。周浩黎认为，两国关系能持续向好发展的动能基于3大支柱因素：政治和安全、经济发展以及人文交流。同时，他还分享了中国和印尼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一组数据。2022年，中印尼两国贸易额达1490亿美元，中国对印尼投资达82.3亿美元，双双刷新历史纪录。中国还连续10年成为印尼最大贸易伙伴，并且是印尼第2大投资来源地。展望未来，周浩黎认为，两国在未来5年积极实施两国元首在巴厘岛达成的中印尼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2至2026至关重要。Despite the limitation during the COVID pandemic starting from 2020 January, the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as the figure shows, continue to grow stronger than ever, and of course the new one, and it's of course with the visit of the current foreign minister. So this is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contribute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 And the other things is people to people, socio-culture.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初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公民出境旅游有序恢复，多国热情欢迎中国游客，印尼正是其中一员。As happened before COVID, we offer a lot of things in Indonesia.
many new destinations, not only Bali. We have more than 17,000 islands in Indonesia, rich in culture, rich in history, and we are a friendly people. Beautiful islands, beautiful beaches, seas, and of course, food. So please do come and visit wonderful Indonesia.